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有句老话说，肚腹软绵绵，百病不来缠。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腹部，腹部也被誉为是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那大家去想一下，如果我们肚子这里堆积了很多的脂肪，肚子又硬又很大，那么内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呢？脏腑在这样的一个肚子里会舒服吗？那时间长了，脏腑的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说呢，肚子胖，三焦都不通，很容易被三高找上门。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4个揉腹的方法，适合于我们大多数肚子比较大、肠胃不好，或者是有三高问题的人群。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动作，抓带脉。带脉这里指的是肚脐两侧环绕身体一圈的这一段区域。抓带脉要把食指张开，先从肚脐两侧开始，抓住这里的肚子这个比较厚的地方，向上提一下，或者是用手指捏揉一下，放开再抓，一直抓到腰的两侧为止。那么如果你的脂肪一直堆积到了腰后，连腰后脂肪也很多，那么我们就想办法往后抓一抓，把腰后也抓到。那么如果脂肪只到了腰的两侧，我们抓到两侧就可以了。好，之后再重复从肚脐两侧往腰的两侧抓。好，那么我这里呢，因为我自己肚子上的这个脂肪不是很多，抓不起来，所以只能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的动作，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去尝试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把抓带脉放到我们揉腹的动作当中呢？而且还是第一个动作，这是因为我们常年坐着，长时间的坐着，带脉的这一圈是很容易堆积脂肪的。那肚子呢，往往也是从这一圈开始胖起来的。那么这一条带脉呢，它是横着环绕我们身体的。如果它堵了，其他纵向而走的这些经络都要被影响到。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要疏通带脉。带脉抓起来会非常痛，或者是用手一按，很多人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硬的结，或者是小颗粒一样，或者呢就是一大块很硬，不确定出现在哪个位置。那么你就要忍着痛，把这些硬块硬结慢慢的疏通开。带脉一通，肚子下去的会非常的快。那这个力度自己去掌握，但是不能太轻，太轻的话也没什么作用，力度尽量的大一些。有的朋友会比较能够忍受，就自己把自己的肚子抓的都比较青紫了，那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可以等这个青紫退下去之后，还可以再继续。第二个动作是推心置腹，除了带脉会很硬，再去摸一摸自己心口窝这里，很多人这里呢也有硬结，并且在按上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痛就是我们两个肋骨中间上面心口窝这里，平常容易胃胀、消化不好，并且是通常这个心理压力比较大，心里很多事情放不开。那我们听过有一句话叫做心有千千结，这些结就结在心口窝这里了。因为这里呢有一个穴位叫做巨阙穴，巨阙穴它是心的募穴巨阙就是一个巨大宫殿的意思，所以呢心里有事儿都放在这里，时间久了就在这里成了结了。但是呢这里离哪里最近呢？离我们的胃最近，下面就是胃，所以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感觉吃不下饭，因为这里有一口气在堵着，在胀着。推心置腹，双手交叠把一只手的大鱼际放在心口窝，用力向下按，然后沿着我们腹部的正中线往下推，推到肚脐之下小腹的位置，从上往下连续推30次为一组，重复做3组。之前有朋友问过，这样推会不会造成胃下垂？那么如果本身是有胃下垂的问题，可以把推改为揉心口窝。如果本身并没有胃下垂的问题，是不用担心的。那第一，你推的力度远没有那么大，不会把胃推下去的那么第二的话呢，胃下垂是因为我们身体气虚，没有办法把脏腑托起来，它才会下垂，并不是说我们推2下就能把它推下去的。那么推腹
把这些心口窝的浊气推下去，清气才能上来，压着胃的这块大石头没有了，胃就舒服了。好，我们稍微用点力度，从上往下30个为一组，连续做3组。第3个动作是舒肋骨。有的人呢，肚子是软绵绵的，按压的时候没有感觉，按到哪里都不觉得痛，但是仍然觉得腹中闷胀，消化不好，这是中气不足、气血过少造成的。这种人呢，按一按肚子，通常都会有这种咕噜咕噜的水声，按一按呢还会打嗝加放屁。那么这是肚子里的浊水太多了，这个时候呢，就不仅仅是要从上往下推腹，那么还要舒两侧的肋骨，帮助我们把这些气排出来。舒肋骨的方法，把双手虎口张开，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肋骨上，从上往下，沿着我们肋骨的走向推到腹部，推到肚脐这里。这个手掌要尽量的打开，从上往下，把这个肋骨你能摸到的区域，身体的两侧都推一推。它的方向呢是从两侧往中间，再往下推。舒肋骨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浊气排出去，可能在我们打嗝排气之后，肚子里面就只剩下咕噜噜的一片水声了。那么之后呢，就可以从膀胱排出去了。连续推30次为一组，跟刚刚我们做推心置腹一样，重复做3组。最后一个动作呢是揉肚脐。肚脐这个周围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硬结的地方，很多人自己一摸，经常能够摸到可能平常也不觉得有什么，也不痛，但是呢，用手一摸就知道这里是有一些很痛的点，有一些硬结的。揉肚脐的方法，我们把双手交叠一手在上，一手在下，用下面这只手的掌心放到肚脐上。如果您平常有便秘的问题，我们就顺时针揉腹。好，揉30个为一组，连续做3组，就是一共90个。我们可以做到30个的时候呢，来歇一歇，让双手手臂放松一下。在揉腹的时候，力度要稍大掌心要稍微向下用力一点，面积呢可以围绕着肚脐一点一点的扩大。如果您平常是这个腹泻问题比较多那么我们就可以逆时针去揉。好，逆时针揉腹3组，每组30下。如果您平常这个排便还算正常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做一半顺时针揉上50圈，再逆时针揉上50圈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4步揉腹的方法。那么以上是4步揉腹方法。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过饱或者是过饥的时候不要揉腹。那女性朋友在做的时候要记得避开经期，揉腹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力度，不是轻轻的搓一搓、摸一摸肚子就行了。那么我们再来整体的回顾一下，第1步是抓带脉9次，第2步是推腹90次，第3步是舒肋骨90次，第4步是揉肚脐。好了，那今天的4步揉腹法您记住了吗？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再留言给我，我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继续为大家解答。谢谢大家。